又到了我们每个星期闲聊的一天。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又是玄学又不是玄学的课题，也许可以讲比较科学吧。那么在今年一周前，美国发生了一个蛮劲爆的事情，就是 former U.S. official David Grush，他是一个美国算是高度机密的举报人。美军飞行员疑似目睹不明飞行物，画面疯传，引发各种想象，但美国政府始终不愿证实。如今有人跳出来揭秘。As we convene here, UAP are in our airspace, but they are grossly underreported. These objects were staying completely stationary in Category 4 hurricane winds. These same objects would then accelerate to supersonic speeds, 1.1, 1.2 Mach. I don't have an explanation. Looked down a small, saw a white tic-tac object with a longitudinal axis pointing north-south and moving very abruptly over the water like a ping pong ball. 直言这些不明物体的科技远远超过人类现有科技水准，属于国安问题。还有一名美国前空军情报官员指控，美国政府进行收集不明飞行物的计划长达数十年，试图重建和进行逆向工程。然后他举报的内容蛮劲爆的，就是美国军方他们有在秘密进行和研究 UFO 的英语是叫做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然后他就把这个事情闹上去 US Congress， 他当时以他自己的形容是说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跟这个 US Congress 做这个算是一个 discussion 吧。美国之前很出名的一个Area 51，就是外星人研究中心，有一本书呢是专门写这个Area 51，有一个女生，她是在里面做前职员，然后她在临走的时候，她有跟一个记者讲过她跟外星人的沟通过程。那么外星人这个 topic 呢，已经不算是 something new， 只是所有的政治家都不会 publicly 的承认他们有研究外星人的这一些 program。可是 David Grush 呢，算是走出了那一步，也感谢他在这一个 US Congress 里面提供了很多详细的知识吧。之前其实也有听说过，就是在中国、俄罗斯这种有研究核弹武器的 nuclear bomb 的这些国家都会研究外星人。有读过天文学科学的人都知道，就是在我们的整个宇宙的银河系里面，它有很多个的 galaxy， 这个 galaxy 的据现在科学家的 estimations 大概有billion这么多。你们认为就是在地球算是一个 galaxy， 然后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 galaxy，这样整个宇宙不可能只有我们人类吧？我觉得有迹可循的，包括就是埃及的 Pyramid、Machu Picchu， 就是南美洲的这个建筑物。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类发达的历史其实有迹可循。所以外星人的出现，我不懂为什么就是会被 deny。就好比直至到今天，虽然我们有创造很多很先进的武器啊，或者是 AI 这种，但是就没有真正的科学家或者是研究古文学家能够正确的指出到底金字塔是怎么建造成的。有科学家就是他们把这个 War Map 放在一起的时候，他是说就是这个建造金字塔的点在不同的世界各角里面，他们是连成一个直线这样子的。我也想讲一下，在我个人观点里面的外星人和神明有什么区别吧。如果有读过希腊 Greek mythology 这一些，你都有听说过他们有半人半神的孩子啊什么之类的，很多这样子的一些 history 的 background。外星人已经被证实了，他们是某种生物的存在，就是 biologically 他们是有一个实体的，所以他们才叫 ET。 现在 NASA 已经 rename 那个 project 叫什么 Unidentified Anonymous Phenomenon，
David 是陈述他去到一个基地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残骸，就是这个 UFO crash 啊，然后里面呢还有 unidentified 这个 biological being， 就是外星人。Were they, I guess, human or non-human biologics? Non-human, and that was the assessment of people with direct knowledge on the program I talked to that are currently still on the program. And was this documentary evidence, this video, photos, eyewitness? Like, how would that be determined? The specific documentation I would have to talk to UNSCIF about. 美国官方也在研究他们的科技，外星人是另外一个species 的存在，然后他们有高超的 technology， 所以他们不受地点、空间、时间的这个限制。这个我觉得是蛮合理啊，就是从我们人类的这个历史发展来看的话，就之前像金字塔这些没有，就他们的壁画里面都有讲起，他们是有一个什么半人半神，就好多这样子的一个讨论点在那边。我个人认为外星人是某个族群的存在，而且他们有他们的科技来我们的地球探讨。至于他们有什么科技呢？我自己本身没有看过，但是我相信他们可以易容在我们的地球里面。所以如果你遇到外星人的话，可能你也分不出他是外星人，因为毕竟这个文明的世界已经有几千万亿年这样子。我觉得如果是外星人要来地球 spy 我们，就是看我们的东西，他肯定是不会外星人的一个样子这样子去出现吧。我觉得就肯定会变成人类，就传说中的蜥蜴族是其中一种，他们会变成人类的样子去控制像美国总统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 theory， 所以呢一般人你是可能不大会接触到外星人。第一，你只是普通的 commoner。我觉得如果是外星人要占据地球的话，我肯定不会找一个平凡无奇的人。第一个你要先下手，就像美国总统这种已经跟外星 UFO 有连接的大人物谈吧。网上出现很多那种什么被外星人 adopted 的，我不懂是他们幻想还是真的，也或者这些人是住在荒郊野外。因为我曾经有一个 Mexican 朋友，他的爷爷奶奶的家就是很偏僻，只有农场，还有一大片没有人住的地方。然后他就有讲过，他曾经在他的爷爷奶奶家小的时候是有看过飞碟这种东西的。他们外星人是肯定存在。我之前有跟 Native American 研讨过他们的一些祖宗的这个历史，他们也有讲过他们的 ancestor 有一些是外星人，他们有一些现在是外星人的后裔这样子。那么我觉得如果你怀疑自己是不是外星人的后裔的话，第一，我觉得你既然是一个这么高级文明的 DNA genetic 这样子在做人的话，这样你应该是有一些特殊的能力吧。比如说像 Elon Musk 这种，我就觉得他是外星人的后裔，因为他有非一般普通人的这个思维，然后他每天在那边研究星球，要飞去外面，就是 spaceship 住在什么火星、金星之类的。我就觉得这种很大可能就是外星人。我觉得既然有这么高超的 DNA 附在你身边，这样你不可能是一个普通市民吧？再不然你肯定是国家领导之类的，所以就不用怀疑自己是不是外星人的后裔，因为这个是有历史的记载。然后呢，外星人要如何连接我们人类？我觉得外星群族应该是有很多种。我之前看过一些网上的报道，就是天狼星人算是比较最高文明的一族，他们是不用讲话，就通过这样子面对面意识上就可以交流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不用开口讲话，然后意识上这样子交流的话，这样你很大可能是外星人的后裔吧。如果你还是需要正常的这样子的一个术语的话，这
这样应该不是吧？因为我觉得你是后裔的话也会承受这个基因的存在。不过我也有想过，就是像我们这种能够通过意识跟灵魂沟通的人，到底是不是外星人的后裔？就我怀疑过自己啊。可是我 dismiss 了这个猜想，因为我觉得好像不大可能。Biologically 我是有 human DNA， 可是在美国就是有研究中心有讲过，全地球有10多%的人，他们有一些非 human biological 的 DNA 在他们的身体里面，可是他们还是正常生活。总结来讲的话，我觉得很大可能就是我们来到地球在轮回做人的时候，我们虽然以前曾经是外星人，可是因为我们 biologically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setting reset 回来了，所以我们就没有了这个 the ability to psychically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这个是我对外星人的所谓的见解。然后就想一下，神明像上帝这种的存在是一种意识的存在，他们是有某种能量，然后呢它可以幻化成不一样的样子给你看。我甚至会有怀疑过，就是像佛祖这些什么上帝的到底是不是外星人。但是我的总结是，我觉得外星人是另外一种群族，它是要有 physical 的一个 body 在那边，然后他们的维度可能也不属于这个神明的同一个维度。我觉得神明是某种意识和能量的存在，他们并没有一个实体。我觉得他们能通过我们意识去跟我们做连接，严格来讲应该是比较高维度的 being， 因为毕竟没有一个实体，反而外星人是有一个实体之类的。这样子说吧，神明他出现的时候有一个法相，是因为我们的认知里面觉得它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到某种层次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们已经没有一个法相，甚至乎就是连一个 gender 就是性别也没有了。当然在神明的整个世界里面也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种族吧，所以其实这整个宇宙的 whole universe 是很大的。我相信所有的这个不可能，因为怎么说呢，到目前为止就是还没有科学家证明这个 black hole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就我们大概有一个意识，可是没有人完完整整的理解它是怎样一个的存在。大家也有看过老高的很多视频，就讲起人类的研发啊什么之类的。有的科学家说我们地球是从一个 explosion 这样子来的，然后有一些呢就说是集体意识来的。可是这个缘由是 how it started 到今天还是没有一个很 specific 的 answer。在我的这个 online class 里面 Mind Over Matter 曾经讲过，就是我们人类有意识、潜意识和集体意识，还有超意识之类的，这个都是很难从科学解释的东西。就是我们是通过某种脑电波这样子去吸取这个信息。通灵的这个 concept 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可能有一个很强的 Wi-Fi router， 你去收集不同的信息，那么每一个至于你这个 Wi-Fi router 能够去到多远，那就要看你的 technology 有多 advanced。 就像外星人一样，他们能够随着时空这个空间没有 restriction 的话，这样他们 travel all the way to 这个 planet Earth 的时候，他们也要用到某种所谓的 tool 去 enable to do this。其实我觉得religion 是我们自己的 own projection 而已，但是我们都是源自于同一个所谓的人族吧。我个人认为我们来到这个地球 is not coincidence， 就是 we are here to learn something out from this, so you may as well live your life for the moment， 尽量的享受任何的甜酸苦辣，因为我觉得没有比地球更合适的一个 playground 或者是 training ground， 你可以这样子讲吧。至于这个外星人有多少个族群，我真的还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也蛮想探讨这个 topic。
我个人经历是在很自然的一个情况之下做了 astral projection。最记得有一个梦，我去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好像黑洞这样子的，然后前面有2条柱，然后没有分 sky 或者是 ground， 就是一个好像黑色的洞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我就走进去，我走进去的时候，那一刻是有 ground 在下面的。然后我走到前面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有点像我平常那种科幻片里面看到的一个太空外星人吧，然后青色矮矮的，头大大，然后有点像2颗眼睛，然后我就看到有圈圈不同的原石在那边立，这样子围着，就是 surrounded by this rock。然后我就在那边看，诶，这到底是什么？然后突然就跑出这个小青人过来，他讲，诶，你是怎么来到这里？他讲这里是 time machine 的地方。我讲哈，什么 time machine？ 然后他讲你赶紧走吧，不然会给人发现的。然后我就好像不懂发生什么，他好像是叫我赶紧走的那一刻，我就好像给他打回来，还是他不懂用了什么 technology 把我记了。然后我就记得我自己是非常清醒的，我的眼睛是没有开，是从上面半空这样子慢慢的飘回，就是我能感觉到我自己很轻很轻，就是 like a feather 这样子飘回去我的 body， 然后就这样子黏着。然后自从那一次经验过后，我发觉每次都会去到一些很神奇很奇怪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很文明的世界，每个人都在空中飞行的，而且他们的那种车啊什么建筑物都很 New Age， 就是在这个地球没有的。然后我有看过什么像天狼星人这种头大大的，然后他们高高这样子，好像是在飘，又好像是在走路这样子的一个 alien 的。当时候我是在想，我自己应该是看太多科幻片，然后导致我晚上会做梦，因为在我潜意识里面一直 replay 这个情景。可是现在回想起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通过我的意识，这个灵魂出窍 astral projection， 就去到了不同文明的这个 planet， 或者是这个不同文明的 galaxy。我相信有一些 galaxy 星球是比我们这个现在有的星球还要更加的远，然后他们可能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维度里面。就比如说像爱因斯坦讲过，他讲宇宙的秘密太多了，就是他不可能探讨完毕。我也觉得是这样子，所以也没有刻意去想这个什么灵魂出窍 astral projection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你们也不用问我是如何 astral projection， 因为这个是我好像很本能的自己做到，有不懂这个要去怎样控制，然后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不用去。还是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地球，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理解吧。大家觉得值得分享的，也可以在我下面点赞或者是讨论。就是我还蛮喜欢讲这种人类原始的一个 history，比如说我有读过一些关于玛雅的 history 啊。埃及啊，然后 Greek methodology 啊，这些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topic， 所以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你们放心，就是你不会给alien adopt 的，因为我就发觉就是很多那种被 adopt 的人，他们都不住在城市，他们一般都是住在那种什么穷乡僻野。就是没有人的地方，然后他们才被抓去做实验。毕竟我在想，这个是很 logical 的一个 approach。如果你是要研究敌方或者是人类的话，你为何要去 expose 自己呢？你当然是 quietly 这样子去秘密进行你的 spying activity， 这就对了。所以也感谢这个 David Grush的奉献，因为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告诉我们 UFO 是存在的。
然后各种强国都在研究他们的科技。这样子讲来的话，就政府 government cannot deny 他们的 access 了。好吧，晚安，拜拜。